除了吴飞燕之外，破青会其他能够真正威胁到叶晨的，大概也就是这三大长老了。一旦确定了三大长老的面部特征，叶晨就掌握了极大的主动权，不敢说主动出击，但起码可以躲着他们三个人走。林婉儿也为叶晨松了口气，她觉得有了 AI 模型，帝王以及吴飞燕与三大长老的容貌特征，如此一来，叶晨的安全就有了很大的保障。他躲了吴飞燕300多年，对报仇的执念已经越来越淡。若让他来选，他更希望叶晨与吴飞燕井水不犯河水，如此一来，也就不用担心叶晨有朝一日身陷危险。与叶晨相识相处的这段时间，他对叶晨已经有了很强的依赖感。抛开两人互相救过对方性命的事情不谈，单就这种彼此毫无秘密、绝对信任的感觉，就是他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。越是这样，他越珍惜当下。于是他趁叶晨与李亚林打电话，便开口说道：叶晨哥哥，如果只是掌握了吴飞燕和三大长老的容貌特征，怕是也不能绝对高枕无忧。万一他们乔装打扮，可能就会让我们的预警机制失灵。叶晨道：这个应该没什么好办法吧？林婉儿赶紧道：李探长，能否让 AI 学习一下如何通过一个人的神情、步态以及习惯性的姿势与小动作去判断一个人的身份？我觉得每个人走路的姿势、习惯仔细分析都一定有所不同。很多人能乔装打扮，让自己的五官变样，但很难时刻都摒弃自己的行为习惯。若是 AI 能够通过两个人的行为习惯来确定他们是不是一个人，那叶晨哥哥的安全就更有保障了。电话那头的李亚林沉思片刻，开口道：林小姐的想法也不是不能实现，如你所说，每个人的行为习惯都是不一样的，仔细分析肯定能够判断出来。不过我们人类是智慧生物，有逻辑思维和辨认的能力，这种辨认的工作人类可以轻松完成，但 AI 就需要大量的学习。我可以试着训练一下，至于怎么训练，可能还要好好想一想。林婉儿那聪颖善良的眼眸上下转了转，旋即说道：李探长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成不成熟，您要不要听听看？李亚林道：林小姐请说。林婉儿道：您可以先让技术人员写一段程序，让 AI 分析数据中心的监控录像，让它通过这些监控录像以及监控录像中的工作人员，熟练掌握如何给运动中的人体标定出完整准确的体型轮廓，要细致到能清晰的分清楚每一根手指的运动轨迹，然后再让 AI 把所有轮廓的运动轨迹仔细分析，基于面部识别的能力去加深对同一个人行为习惯的理解。等他把数据中心所有人的行为习惯都了解清楚之后，就让所有工作人员戴口罩或者卡通面具正常工作，让 AI 基于他们的肢体行为去一一对应这些人分别是谁，看看他分析的准确率有多少。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一开始的准确率应该不会太高，这还需要咱们的技术人员不停优化代码和逻辑，同时也得优化捕捉的方式方法，争取把成功率提高到 95% 以上。如果它能在数据中心实现 95% 的识别正确率，咱们就把样本扩大，在奥苏城的机场选择一个机位，让他去学习成千上万人的行为习惯，在其中混入一个我们的人，让 AI 从这成千上万人里找出我们的人来，看看有多大的准确率。如果也能达到 95% 以上，基本就没问题了。当然，如果能给他更多的样本就更好，他学习的样本越多，积累的经验就越丰富，算法也会越有效。如果他能练就火眼金睛，随便看一个人走路的背影，就能比对出这个人是数据库中的某个人，那就完美了。李亚林沉默许久，随后才忍不住问：林小姐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吗？林婉儿道：不是，我学的是考古。考古？李亚林啧啧一声，由衷说道：林小姐，要不我推荐你去美国 UCI 读犯罪学专业吧，那里的犯罪学是全美国最好的。
而且我感觉你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子。林婉儿听到李亚林说的学校和专业，脸上带着一丝别有深意的笑容，笑着说道：李探长过奖了，我可不想每天跟各种各样阴险狡诈的罪犯打交道，还是考古更简单一些。李亚林道：林小姐不从警，实在是太遗憾了，这一行最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。不过他也知道林婉儿身份神秘，来头肯定很大，肯定不是自己能劝动的，于是便也不再继续就这个问题多说什么，而是干脆地说道：林小姐刚才说的方法应该是很靠谱的，我这就安排技术人员努力尝试一下，如果能成，对全球警察的刑侦也有很大的帮助。说着，李亚林又道：不过这对算力的要求太高了，代价也太大，估计很难普及，但咱们的算力充沛，想实现对某一部分人的监控预警，肯定还是没问题的。林婉儿道：计算机这些年的提升速度，说是宇宙大爆炸也不为过，说不定算力的问题过几年就都迎刃而解了。有道理，李亚林笑道，我就不为全世界的同僚们担心了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们能够分配到的算力也会成倍提升。随后他便道：林小姐、叶先生，没别的事情，我就抓紧时间把林小姐这个想法落实一下，争取最快速度投入使用。叶晨看着林婉儿，冲他竖了个大拇指，随后便对李亚林说道：好的，李探长，你先忙，我们有事再联系。挂了电话，叶晨忍不住问林婉儿：林小姐，李探长要推荐你读的大学和专业，你该不会是早就已经读过了吧？林婉儿活了这么多年，各种学位不知拿了多少，闲来无事读个犯罪学，专业的话也不算奇怪。林婉儿听到叶晨的问题，笑着说道：学校算是读过，但专业没有。说罢，林婉儿具体解释道：李探长说的 UCI 是加州大学的尔湾分校，加州大学的前身叫加州学院，奴家是加州学院第1届的学生，也是首位华裔学生。叶晨一脸不出所料地点了点头，笑着说道：我就猜你肯定跟这学校有点渊源。说完，叶晨问他：对了，你是哪年在那个加州学院的读的书？林婉儿想了许久，不太确定地说道：时间有点久了，奴家也记得不是太清楚，不过是在南北战争之前，因为南北战争打响之后，奴家就离开北美了。说着，他迟疑地说道：应该是1854或者1855年吧。叶晨忍不住咳嗽2声，尴尬说道：可，知道这件事会很久远，但没想到这么远。林婉儿笑道：公子虽然觉得久远，但即便是在那个时候，奴家也已经200多岁了，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，美国陆续成立了不少州立大学，奴家实在无聊，就报些学校读一读。因为奴家容貌一直没有变化，奴家读大学也不敢读太久，只能用最快的速度读完课程，然后就换下一个地方，找下一所大学，只当是逃亡路上的一种消遣了。说着，林婉儿又道：对了，这所学校的历史档案里有一张首届学生和教师的合影，奴家就在其中，不过那照片太老了，清晰度也不够，估计公子看了也认不出是奴家。叶晨怀着好奇的心情搜索到这所大学的网站，在网站历史的介绍里，果然找到了最早一批学生的合影，100多年前的照片早已模糊发黄，不过叶晨还是从众多打扮十分西部的男人里找到了林婉儿的身影。照片中的林婉儿显得颇为瘦小，再加上照片整体基调泛黄，看起来还有些印第安少女的意味。叶晨能认出林婉儿也是，因为林婉儿说过这里有她，否则单看照片还真看不出端倪。仔细看了这张合照，叶晨惊讶地问她：这所学校的女学生好像一共只有几个？对的，林婉儿道，那个年代男女还是很不平等的，女性的社会地位不太高，也得不到家里的重视，能读大学的确实也在少数。说着，林婉儿凑过来看了看，指着其中一位中年白人对叶晨说道：
这位是当时学校里的一个很有威望的教授，也是大学的联合创始人之一。但其实他是奴家在英国收养并抚养长大的孤儿。奴家把他从英国带到北美的时候，奴家的公开身份就变成他的养女了。奴家后来去日本，也是他帮奴家写的推荐信，让奴家到日本游学。叶晨不禁感叹，林小姐的人生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。林婉儿笑道，公子将来也注定是能求得长生的，届时公子也能感受到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。叶晨摇头道，社会进步太快了，以后就算我长生不老，一辈子也不用像林小姐当年那样躲避吴飞燕的追杀，但那时候的我却要尽力躲着全世界，想像林小姐当年那样用不同的身份游走世界各地，再融入到这些地方的生活之中，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。